没人加药了，你帮帮我，我会对你负责的。跪下！你是个不知廉耻的东西，竟然在订婚之日做出这种下贱的事儿，沈家的脸都让你丢尽了。是他，简直还敢污蔑我这！你马上就要结婚了，现在做出和野男人苟且的事情，是不满意父亲对我安排吗？爸，我没有，爸，我不是。别叫我爸！沈家没有你这样的女儿。沈雪，你害得我被退婚，声名尽毁。现在我无力反抗，但总有一天，我会回来查明真相。霍总，我们昨天晚上找了一晚上，整座山都翻遍了，但是还是没有找到昨天晚上的女人。那就继续找。他的胸前有一个蝴蝶皱纹太紧，无论如何都要找到他。是。我说过我要对你负责，你到底在哪儿啊？宝贝们，国内也没有人认识我们，一定要这么高调炸街吗？哎，妈咪，我们也想低调，可实力不允许啊。妈咪，这是银城首富霍青军的资料，别忘了你这次回国的任务。宝贝，你为什么一定要让我给霍青军治腿啊？据我所知，以霍青军的腿伤程度，只有妈咪这种享誉国际的神医才能治疗。你少给我扣高嘛！关键是单亲妈咪养3娃，压力山大。妈咪不吃重口粮，我们吃什么呀？我什么时候也没饿着你们呀？哎呀，妈咪你就去嘛。好，那妈咪先去叫车，你们在这儿等我。好的，妈咪。哥，你确定那个霍青军就是我们爹地吗？不确定，所以要想办法跟他做个 DNA 检测。他又不在这里，我们怎么做呀？谁说不在的？我已经提前通过无线电追踪，接听到霍青军的起用手。今天霍青军就在机场。哦，所以你才订了这个航班。没错。按道理说，现在应该已经到了呀。霍总，我们的量子计算机项目投入已经超过了100亿，技术要是再没有突破的话，我们投的钱将全部打水漂。那就下个季度之前务必找到科技领域的专业人才。云 A8473，没错，就是他。我们先告诉实习速让车停下，然后再不用这么麻烦。什么情况？我没看错吧？这一个小萝莉，她居然徒手拦停了汽车。这个是疯了，疯了！你是个什么怪物？我才不是什么怪物，我是大力美少女沈西西。就是他。怎么回事？老板，这小女孩一脚把咱驾驶牛摆饭的奔驰1号干报废了。对不起，我们会赔偿的。赔偿？你们几个小屁孩拿什么赔偿？晒爹地！哎，西西，你别乱
巧，不好意思啊，叔叔。哎，没事啊，没事。怎么会没事？老板，你看咱车，一辆车而已，能怎么样吗？小朋友没受伤吧？我妹妹可是跆拳道黑带时段，天生神力，这点重量对她来说小 case。徒手拦车还小 case 啊？啊！小朋友，你这么厉害呢？我对这孩子为什么会有种亲切感？行，那既然你们没事的话，快去找你们妈咪吧。车不用你们赔了啊。不行，我妈咪说了，弄坏东西就要赔偿。我看你们在开发量子计算机技术，给你们指点一二，就算赔偿了。你还懂这个？小孩哥，这玩意儿可是包含了通讯、医疗、科技全方位为一体，你懂吗？别开玩笑啊！我沈昭昭从不开玩笑。技术模型就是这样，想要详细方案，还要花时间演算。不是，霍总，他真会啊！他看起来也就5、6岁的样子吧，竟然能画出这么复杂的图纸。很难吗？我3岁就会了。3岁？啊！天哪！这算什么？我哥哥2岁就是门萨顶级会员，是 IQ 高达180的天才儿童。那既然你这么厉害的话，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这个项目呀？不是，霍总，你认真带。你能找到比他更天才的人吗？你考虑一下。你干什么？不好了，小妹暴露了！啊，叔叔，好吓人！没事啊，没事。不是霍总，我看他鬼鬼祟祟的在你后边，我不知道他想干嘛。那你也不用这么大声吧，你在吓着孩子。我二哥通晓法律，吓坏我，小心他告到你倾家荡产。好。你们妈咪呢？这还不简单，我妈咪就在那边。谢谢。你确定那个是你们的妈咪？对呀，骗人吧？很难评。哎呀，不是我妈咪，我妈咪是……谢谢。说，你敢在我们背你妈咪，是不是想要追求她？没有，我的意思是想见你们的妈咪，问一下能不能让你加入我的项目，对吧？糟了，你们不能让妈咪知道我们上次来找霍廷铨，那怎么办啊？是叔叔，我们还有点事儿，合作的事儿下次再说。默默、西西，我们走。小哥，不，这个项目不能没有你啊！啊，这是我的名片，有需要再联系啊。拜。霍总，你说现在的小孩儿也真想知道他们父母到底是什么样。怎么了？霍总，你不觉得这几个小孩儿有点像你啊？去查一下，看他们父母到底是谁啊？是。小妹，拿到霍廷铨头发了吗？没有，都怪那个助理叔叔。那怎么办？不过我在抱他的时候拿到了这个酒店房卡，没有办法了，霍廷铨他逃不掉的。抓到你们3个了，看你们3个还跑！维哥，出事了！妈要给你办联谊会，说这次你必须来。他又要搞哪样？还不是因为那个算命的说要给你找一个8字头的来得及。这不上次那个女孩订婚宴当天就失踪了，现在还得再找。我只相信科学，这种事你自己看着办。但得，又是我的活儿。总裁，那位享誉国际的沈医生，他终于同意接诊了。有了他的帮助，您的腿一定会好起来的。但愿吧。宝贝们，
妈咪先去开房间，你们在这等我一下。妈咪，你先在这里休息一下，这种小事儿我们去就行了。好吧。谢谢啊。一会儿咱就把这张房卡给妈咪，那爹地妈咪岂不是要见面啦？就是要让他们见面，看看他们有没有火花。哎，我们为了爹地妈咪真是操碎了心呐！走吧。妈咪，你先进去，我们下楼给妹妹买根棒棒糖。别跑远了啊，听见没？好，去吧。累死了，洗个澡。总裁，新补办的房卡已经好了，请进吧。你们为什么在我的房间？你们俩说这真他妈能打人！小姐，这个房间3天以前我们就预定了，要报警也是我们先报警的。贼喊捉贼是吧？不是，行，我现在就报警，去安排。小姐，这肯定是误会啊，肯定是酒店搞错，一个房间他怎么可能卖出去2次嘛？你说是吧？啊，好熟悉的味道啊，难道是他？真是晦气！别，再见。等一下。近看这个人怎么有点眼熟？我是不是在哪里见过？你变态啊！先是偷看我洗澡，然后又把我拉你身上，你现在还要扒我衣服！你都坐轮椅了还不老实，你小姐我当你是骚扰！可能是我想多了吧，哪会有这么巧的事儿？小姐，我刚刚只拉了你一下，是你自己做出来的。你说什么？大哥派我来查看情况，爹地妈咪怎么吵起来了？这个不行。你俩给我等着！妈咪，这是机场那个孩子，他是你孩子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真不知道你想干啥。等会儿，这话不应该我问你吗？煞费苦心的想要接近我，想干什么呀？你什么意思？先是让孩子在机场截停我的车，然后跟我办理同一个房间入住，假装所有的巧合来接近我。难怪你有这么聪明的一个孩子。我故意接近你，大哥你谁呀？云城首富吗？不是吧？你还真是云城首富霍廷钧？行了，别装了，你连我资料都准备好了，还说不是要接近我？说吧，谁派你们来的？叔叔，你误会了，我和妈咪一直生活在国外，今天第1天回国，没人派我们来接近你呢。所以你们的意思是说，今天所有的事情都是巧合？信不信由你，不是巧合还是我故意接近你啊？太自恋了吧你！是我自恋还是你另有所图？这事儿你比我清楚吧？好，希望霍总记住今天自己说的话。我还有事儿，恕不奉陪。走。
胡思乱想，我居然能把这个蛮横的女人跟6年前的那个人联系到一起。啊，霍总，你说他有没有可能是故意接近我的？没有这种可能，没道理啊，这事儿。查个男身份，看看是不是二叔派来的。动啊！艾比，通知霍家，霍廷钧的腿我不治了，1个亿的诊金我也不治。这个自大狂，让他后悔去吧。走。老大，我们得知你妹妹陈雪诺明天会去参加云城世家举办的联谊舞会，把位置发给我，有些账该算一算。沈雪诺，当年你害我被赶出沈家，如今你想觅得良婿，我这个当姐姐的自然要来给你贺喜。喂哥，这赵家的千金、李家的千金，还有沈家的千金全都来了，你确定不出现一下？我不管，自己看着办。来了来了，霍总为人低调，很少露面，今天总算看到他的真容了。怎么戴着面具啊？欢迎各位来到由霍氏集团主办的联姻舞会。今天晚上我们会从现场的众多单身女青年中选出最优秀的一位，与霍氏长子联姻。请各位尽情散发自己的魅力。这霍氏集团的联姻会就是不一样，真是百花齐放啊！看来沈家千金的姿色是最为出众的，今晚她的希望最大了。沈姐姐今天这身穿搭价值不菲呀，看来为了霍家的联谊会没少下功夫呢。霍家可是云城最顶尖的豪门显贵，大家都是奔着霍太太的位置来的嘛。妹妹就别取笑我了。谁不知道沈老爷一心想让自家闺女嫁入霍家这样的超级豪门？沈家大千金原本不也是要联姻的？是啊，这么说，要是6年前你姐姐没有失踪，今天也轮不到咱们了吧？她一个被人睡过的破鞋，有什么资格站在这里？沈氏千金到。她回来了。这谁家大小姐啊？气质居然如此出众！刚听着喊的是沈家千金，这沈家千金不是在这吗？怎么又冒出来一个？难道她就是沈家6年前失踪的大女儿？本来就是串个场，没想到还有好戏看。沈雪诺，好久不见。沈之言，没想到你还能回来。我当然要回来，回来看看我的好妹妹和后代过我的沈家。雪诺，这就是你那个失踪了6年的姐姐呀？什么姐姐？6年前她和野男人苟合，败坏家族名声，早就被沈家除名了。没想到沈家大小姐居然还有如此风流韵事，怪不得沈家不要她。6年前我为什么被退婚，被赶出沈家，你心里最清楚。是你自愿要和野男人苟合的，干出这种伤风败俗的事情，我清楚什么？沈雪诺，我告诉你，我已经不是6年前那个任人欺凌的沈之言了。你曾经对我做过的那些事儿，我会一笔一笔的讨回来。听懂你在说什么？今天是霍氏集团的联姻会，你胆敢在这里闹事？保镖，把他给我赶出去！不许欺负我妈咪！不许欺负我妈咪！这小女孩也太猛了，
不过那个男孩长得好像我哥呀。宝贝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哥哥怕你被坏女人欺负，让我们来保护你。好啊，沈之言，你不但和野男人苟合，现在连孩子都有了，真是不知羞耻。不许你这么说我妈咪！小野种，这里哪里有你说话的份儿？你骂谁野种？我骂的就是他们。怎么，你和别的男人生了孩子，我还不能骂了？沈之言，你敢打我？我打的就是你！你污言秽语骂我孩子就该打。好，今天这里可是霍氏集团的联姻宴，你敢在这里打我的脸，打的就是云城首富霍总的脸。云城首富霍总，霍廷钧。霍总，不好了，霍总，那个沈医生他又拒绝给您治腿了啊！他不是已经答应了吗？他怎么出尔反尔了？您可能得罪他了。我什么时候得罪他了呀？这是沈医生的资料。是他？云城首富霍总，霍廷钧，那不就是找我治病的那个自大狂吗？昨天偷看我洗澡，今天就在这儿搞选妃，我还真是没骂错他。怎么怕了吧？等我当上霍家的少奶奶，你和这帮小东西就再也没有立足之地。你就这么确定自己能当上霍家少奶奶？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当不上，难道还是你当啊？这沈二小姐的条件确实比她姐姐差了点儿。有这么出众的女人，这沈雪诺的机会渺茫了。她一个生过孩子的破鞋，怎么可能选得上？她给霍家刷马桶，霍家还嫌脏。沈之言，你干嘛呀？你嘴太臭了，我帮你洗洗。保镖，你们愣着干什么呀？还不把这个泼妇和这些小野种拖到局子里去！我看谁敢！不过就是个沈家的器皿，打坏了我负责。沈小姐得罪了。谢谢我木妈咪。妈咪，木木，别过来，不然我弄死这小野种！沈雪诺，你放开我的孩子！沈之言，你刚刚不是挺厉害的？怎么，现在这小野种在我手里，我看你怎么嚣张！沈雪诺，你敢伤害木木，你信不信我让你这辈子都进不了霍家的门？弟弟快来，妈咪答应给你治腿。沈之言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今天我就让你知道，当做我的代价！沈雪诺，你不许伤害我的孩子！现在知道害怕了，早该生气了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要你当着所有人的面给我跪下，磕头认错！你说什么？这姐姐跪妹妹大逆不道啊！你跪是不跪？别碰她！沈之言，机会我给过你了，是你自己不珍惜的。小野种，你可别怪我，要怪就怪你妈不识抬举。我怪。我看你们谁敢动他！霍廷钧，没事吧？这女人跟哥到底什么关系？一个电话就把她叫来，这下好戏可要升级。哪来的死瘸子？别敢在这里叫嚣，还不赶紧滚出去！沈雪诺，就你还想当霍家少奶奶？你连真正的霍总都不认识，你是来搞笑的吧？沈真言说什么？这人是霍总，真的假的？假的吧？堂堂霍氏总裁怎么可能是个瘸子？你说这个死瘸子是霍总霍廷钧，你才是来搞笑的吧？想装认识霍总也不说找个像点的，找这么个瘸子来陪你演戏，是钱不够了吗？放肆！谁给你的胆子啊？竟敢这么说我们霍总！骂你们还需要胆子吗？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长什么样子，给霍总提鞋都不配。就是，这人居然敢冒充霍总，真是胆大包天。霍总要真是个瘸子，我们还上赶着嫁给他呀。你说我不是霍总，那谁是？真正的霍总在这儿呢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你一会儿可别后悔了。该后悔的人是你。霍总，
这沈之言居然找这么个瘸子来冒充你，这不是打人的脸面吗？您一定要好好教训教训他们，再把他们都丢出去。对，把他们都丢出去，别耽误我们参加联谊舞会。对，把他们都丢出去。沈之言，你就等着被霍家处置。霍总，这个身份还是还给你。什么意思？你不是霍廷钧吗？我什么时候说我是霍廷钧了？我是他弟弟霍元朗。那这个人……没错，他就是霍氏集团掌权人霍廷钧。这人居然真的是霍廷钧，霍总！刚才沈雪诺那样羞辱他，他肯定完蛋了吧？我还说把他们丢出去，完了，怎么办啊？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冲撞了您，您就原谅我吧。哎，我哥心眼小，向来都是有仇必报。原谅不了一点。哎呦，霍总，哎呦，您打电话来有何贵干啊？是不是我女儿被霍家选上了？你们的女儿永远不会被霍家看上，而且因为她今天的愚蠢行为，霍家将停止和沈家的一切合作，好自为之。什么？霍总，怎么这是？霍廷钧切断了与沈家的一切合作。霍总，求您了，您高抬贵手，放过我们沈家吧！求我没有用，你得求他。我？她一个妓女，我要求她。那你要不愿意的话，我也没办法了。我求！姐姐，你看在和沈家的情面上，放过沈家吧。我跟沈家没什么情面，我受的罪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弥补的。拖出去吧，我嫌恶心。你个贱人！拖出去，不许再涉及霍家的产业。沈之言，你别看你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那边还有几个，你们……谢谢帅叔叔。不用谢，真没想到啊，这么漂亮的小女孩也是你的孩子呀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沈小姐，我们霍总的意思是像您这么美丽大方的人，才能生出这么活泼可爱的小孩，是吧，霍总？哥明明对人家有意思，还这么毒舌。那个沈小姐，您准备什么时候帮我们霍总治腿啊？我们霍总这个腿可等不起了呀。妈咪，今天帅叔叔帮了我们也应该帮他呀。你不是教育我们要知恩图报吗？那好吧，我同意。不行，我不同意。哥，你搞什么呀？你不想让爹地妈咪好了？这是大哥交代的，你不懂。是，小祖宗，你妈咪都同意帮我们霍总治腿了，你又整什么幺蛾子？在商言商，整件都没有谈妥，怎么能随便答应？言之有理。之前我们谈好的整金是1个亿，加2成。2成可不行，你今天先是误会我，又惹妈咪生气，做错事情就要受罚，得翻倍。翻多少倍？10倍。10倍？哎，那可是10个亿啊！默默，你别瞎说啊，10个亿太多了。门在谈事呢，你们别捣乱。霍总，腿和钱，你选一个吧。好，你是懂谈判的，10个亿答应。认可合同，签一下吧。霍总，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就几句话，就骗了我们霍总10个亿。你小子是投胎的时候没喝孟婆汤吗？啊，现在的小孩都成精了，这。沈小姐，既然我们合同也已经签了，
希望治疗可以尽快开始。好，房子我安排一下，把孩子安顿好就可以开始。房子的事儿你不用操心了，阿林，安排一下。是哥，我记得你在云城1号可有2套别墅，不如让沈小姐住一套，你住另外一套，离得近也方便。可别说弟弟没帮你。那沈小姐意下如何？也行，租金就从诊金里扣。咱们霍家应该还不缺那点租金吧？不缺。那我就回家当沈小姐了。走了。这个霍廷钧真的是自大狂还冷脸怪。妈咪不觉得帅叔叔挺暖的吗？帮我们出气，还特别大方，是爹地的好人选。什么爹地，人小鬼大，走接哥哥去，一会儿还得给冷脸怪治腿呢。走，拉着妹妹。哎哥，你不觉得那个小男孩和你小时候长得很像吗？哎，二少爷，你也这样觉得？我跟你说，我这个这么多年了，冒领身份的女人还得少吗？谨慎点吧。韩林，这个是西西的毛发样本，去找一个信得过的医院做一个 DNA 检测。记住啊，这事儿别让外人知道。行，交给我吧。哥，当年那个女人，你就一点想不起来长什么样吗？我当年是被人下毒了，而且那天晚上还下着大雨，我根本记不清楚她的样子。我会找到她。霍总，我要开始检查了。霍总，你这样乱动我是没办法检查的。沈医生，我哥是瘸了，不是废了。他常年不近女色，你这样碰他，他很难把持住。我袁龙，那个沈医生，我们霍总这个腿还有不治吧？霍总应该是出过很严重的事故吧？对，像他这种程度的腿伤，确实很难再站起来。不是，霍总，那个沈医生，咱霍总这个腿他还能治吗？现在？西医确实没办法，不过中医可以。只要医疗和后续的保养得当，再加上我独特的针灸技术，站起来是没问题。哦，那太好了，哥。现在把裤子脱了吧。脱裤子干嘛呀？不是，沈医生，您这未免也太直接了吧？就咱们霍总本来就害羞啊，你再说了，我俩还在这儿呢。想什么呢你们俩？我要给他扎针，穿着裤子下针呀！那个误会啊！你忍忍，疼就已经说明腿已经开始恢复知觉了。把这个吃了。这什么呀？药啊，还能是毒不成？那个沈医生，您别误会，霍总他6年前被人陷害中过毒，在那以后呢，吃东西就比较小心，就害怕再出意外嘛。 6年前他也中了毒，这么巧？你在哪中的毒？我哥是在严朗啊，我忘了，等我想起来再告诉你啊。哼，还保密，我也懒得知道。这药是我自己配的，对通经络和活血化瘀有奇效，外边多少人卖我都不买，不吃拉倒。你不是不吃吗？哥终于开窍了哟，气氛怎么有点不对呀？我到底在干什么呀？那个霍总，这儿好像就没我俩啥事儿啊，那我们就先走了。哎，滚！好嘞，回来！
孩子的父亲死了，墙头的草已经3尺高了。什么啊？我是当他死了，又不是真死了。混蛋，别让我整着他。所以，沈医生不知道自己的老公在哪儿。他不是我老公，我是6年前中过1次毒，然后才有了孩子。他也是6年前中的毒，他会不会是我要找的那个女人？你在哪儿中的毒啊？不好意思，见了。之前木木说过，他们一直生活在国外，那沈之言就应该是在国外中的毒，应该不是6年前那个女人。霍总，今天的治疗结束了，想着做康复训练。哎，沈医生，这手法，没想到自大狂的身材这么好，平时肯定没少锻炼。霍总，我先回去了。要香。奇怪啊，我居然不排斥这个女人碰我。你知不知道沈家因为你差点破产了？对不起，父亲，我真的不知道那个瘸子就是霍廷钧。那现在怎么办啊？霍总肯定不愿意再见我了。那你就不能去见他？拿不下霍总，你也别回沈家了。可是我已经想到办法了。当年霍家就是看中了沈之言的生辰八字，这次联谊会我把他的八字给你报上去了。结果怎么样啊？霍夫人已经选中了雪诺，指明要他和霍廷钧订婚。哎呀，太好了！雪诺啊，这一次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务必拿下霍总。女儿明白。喂，妈。婷君，我在联谊会上找到了跟你八字天合的女孩子，那就是沈家的千金沈雪洛。不是妈，沈雪不行，我得赶紧回家给你准备订婚的事儿。这次绝对不能再出什么岔子了。妈，霍总，又不好了，霍总又出事了啊！说呀，量子计算机那个项目，它又卡住了。什么情况？就是上次工程师不是根据小孩割的那个草图嘛，绘制出了那个大致的模型，但是缺少关键数据，它就又卡住了。现在可能得把小孩哥又请到咱们公司来啊。那你去啊！那我现在去。你快点儿！哎，小姐，你就让我进去吧，我真的是霍总的未婚妻。不好意思，小姐，没有预约真的不能入内。麻烦让一让，这是我的名片。好的，请稍等。你刚刚说你是霍廷钧的未婚妻？对呀，很快我就是这里的女主人了。霍廷钧品味真差。你说什么？谢谢。我都进不去，你一个小屁孩更进不去。先生，这边请。什么？什么？哎，他一个小屁孩也没有预约，凭什么他能进啊？这位先生是霍总的贵客，而您不一样。你什么意思呀？字面意思呗。小二哥，怎么样？只是需要计算一些关键数据够这个时间，我就能计算出来。不是这么复杂的数据，你只需要3天呀。你是在骂我吗？我是说3个小时。这么有把握吗？小 case， 只不过让我进去，让我进去。对不起，霍总，这位小姐非要闯进来，我没拦住她。没事，你先出去吧。廷钧哥，上次的事情是个误会，
我特地带了礼物来给你赔罪，你再给我个机会吧。你不用以为说通了我妈你就可以嫁进霍家，我是不可能跟你订婚的。拿起来。庭君哥，这个拉夫劳伦的领带夹是我特别找意大利的工匠定制的，你就收下吧。这种假货是怎么好意思让别人收的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这可是全球顶尖的高奢品牌，怎么可能是假货？真正的拉夫劳伦领结采用的是镶嵌磨金工艺，你这明显是镀金，而且也没有达到 V6 等级标准，所以你这明显是假货。不是哥，你还懂这个呀，哥？略懂略懂。你一个小孩懂什么？这就是真的，是真是假，一验便知。有什么好验的？回家看你的动画片去吧。霍氏集团可不是你这种小屁孩能来的。他不但能来，而且还是霍氏集团邀请他来的。倒是你啊，不请自来，耽误我们的会谈。我问你，霍氏集团上百亿的项目如果有损失，付得起吗？付得起吗？滚出去！哎，哥，你刚才说那个要计算什么数据是吧？只不过什么？只不过霍总必须洁身自好，不能在外面沾花惹草。这个跟我们的合作有关系吗？关系大了去了。要不是我爹爹，是你爸。你说什么？哥，妈咪去霍氏集团找你了，赶紧走。我妈咪来找我了，数值30花你，我先走一步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沈之言？难道他和霍廷钧？不行，我不能让他有可乘之机。哎，刚刚手表显示昭昭定位就在这儿啊。霍总啊，你不觉得这小孩挺像你的吗？不会是你儿子吧？你看谁都像我儿子。哎，对了，你看啊，沈医生姓沈，这小孩哥也姓沈，他不会是沈医生的儿子吧？越说越离谱了。2个天才孩子不够，他还想有仨。那说不准呢，这事儿。查一下监控，我看谁来了。好嘞。哎，沈医生，霍廷钧？难道沈之言真是昭昭的妈妈？昭昭的定位怎么会在霍氏集团？哎，算了，我先糊弄过去吧。我不是刚给你扎完针吗？过来看看效果。哦，好。挺好的，我走了啊。啊，你就走了？对了，这个药1天3次，1次1粒，按时吃。好。霍总，你说沈医生好关心你啊，他还亲自来给你送药，你说沈医生该不会是喜欢上你了吧？啊？霍总，6年前那个姑娘找到了。喂，沈之言，你不是一心想知道你妈当年是怎么死？你说什么？你现在来天悦酒店玫瑰厅，我就告诉你。沈雪诺，我凭什么相信你？信不信由你。不过过了今天，你就再也没机会知道。你等着，我马上过去。霍总，难道你就是6年前那个女人？给他。
是啊，老板，我就是当年帮你解毒那个女人。你当年在哪儿给我解的毒？就后山葛家坡那儿，你当时把我搂得可紧了。细节但是都对得上。把衣服脱了。在这儿，你想重温旧情，也不用这么猴急吧？啊，你干嘛呀？不是他，让他走。那这钱拿走！走走走。侯总，这个事情他毕竟已经过去了6年，那姑娘可能已经结婚了呀。不行，我就要找到他。我说过我要对他负责。要不算了吧？我就要找啊！找。哟，来的还挺快。说，我妈当年到底怎么死的？都10几年前的事情了，我哪里清楚啊？不过我要不这么说的话，你也不会来吧？没空听你废话。哎，别急嘛，喝一杯再走。沈雪诺，当年就是在我订婚宴之前让我喝下这杯酒，害得我身败名裂。你觉得这个当我还会再上一次吗？姐姐说的这是什么话？我怎么可能会害你呢？我们可是一家人。什么一家人？当年要不是我母亲看你妈可怜，让她留在家里做女佣，你觉得她有机会爬上沈怀中的床，还生下你这么个见不得光的私生女吗？姐姐说这话就有点没良心了。当年是你母亲身体不好，久病不起，我妈妈只是替她分忧，照顾父亲罢了。要不是我妈发现你们母女的那些事儿，我妈会大病一场吗？会那么年轻就命丧黄泉吗？你们就是骗子，是强盗！姐姐说这话就是不肯原谅我们了。那我就有话直说了，这卡里有300万，带上它，还有你的小东西，远离霍廷君。300万就想打发我？那你想要多少？多少都不够。怎么，怕我挡你进霍家的门？那霍廷君这个人，我还偏要睁一睁。沈之言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就算你缠着霍总又怎样，他也会多看你。哦，要真是这样，你也不会急着拿300万打发我呀。霍廷君不但会看我，而且他一天都离不开我。我是他的主治医生，他现在确实离不开我，气死你！少得意了。实话告诉你吧，霍夫人已经同意我们的订婚了。像你这种生过孩子的贱女人，是永远不可能进霍家的门的。那我们走着瞧。沈雪诺，你对我做什么了？沈之言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不还是要栽在我身边？进来。我要干什么？我帮姐姐在楼上开好了房间，让你好好快回家。带走。走了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妈咪去找坏女人，怎么还不回来？不好了，妈咪脉搏跳动异常，可能出事了。那怎么办？我们现在去来不及了。霍叔叔就在附近，妹妹，马上给他打电话。爹地，妈咪出事了，你快去叫她。什么？什么？霍总，是叫你爹地，他不会是……你想这干嘛？救人要紧，走啊！哦，霍总，你坐好了。不是，霍总，位置显示就是在这儿啊，但他没有啊。不行，这样找太慢了，分头找。是啊。美人，今天就让我们哥俩好好玩一玩啊！别跑，别跑！你就别挣扎了，等药效上来你就舒服了。
臭娘们儿，敢暗算老子，我他妈废完死你啊！大哥，别跟他废话。住手！住手！放开他！你个死瘸子，还想要英雄救美，真是自不量力。趁我大哥心情好，赶紧滚，不然一会儿有你好看的。该滚的是你们俩，不滚的话，我让你们后悔终生。大哥，这死瘸子敢威胁我们？看来你是真想当替死鬼啊！好，我这就送你上路。敢打我大哥，我跟你拼了！师爷，没事吧？2046，马上带人过来。臭婊子，死瘸子！我今天非得给你们的严惩！霍总，大哥，没回事吧？啊，送他们去警局严肃处理。是，大总，你死了！沈继言，霍总。沈继言，霍总。霍廷钧，霍廷钧，霍廷钧，霍廷钧。霍廷钧，你醒了？霍总，你终于醒了啊！我说，多亏了人家沈医生呀，一直陪着你，怎么劝都不听。人医生说了，你只是失血过多昏迷了。沈医生还是一直哭个不停。沈日言，你是在担心我吗？孩子们要来看你，我先去接一下。如果不是知道他6年前在国外中了毒，我多希望沈之言就是当年救我的那个女人。不是啊，霍总，他6年前是在国内中的毒。你说什么？他亲口跟我说的呀。我是真蠢，6年了还能一个陷阱掉2次。沈医生，您说的是您6年前在国外中毒那次？你怎么知道？哦，我听霍总说的。我确实是中过1次毒，但不是在国外，是国内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沈之言有可能是6年前帮我解毒的那个女人？对啊。你好，这是你们之前在我们医院做的 DNA 检测报告。拿给我。新鲜概率为0，他们不是我的孩子。那霍总，没事，我是说嘛，这世界上哪有那么巧的事儿，对吧？为什么知道他们不是我的孩子，我会这么失落呢？帅爹爹，我们来看你啦！哎，西西来了。哟，哥，没想到啊，你也是沈医生的孩子啊？我们3个都是妈咪的孩子。沈医生，你可太了不起了呀，生了3个天才儿童呀！庭娟，你感觉怎么样？你叫我什么？庭娟。谢谢帅爹爹救了我们妈咪。多亏有你，不然这次妈咪就会有危险了。西西，别乱叫。没事。西西啊，你们跟妈咪一起搬到我那儿去住，好不好？这样的话呢，我就能保护你们了。好。霍总可从来没有带女人回过家呀。你刚才说什么？我想过了，你呢跟孩子们一块搬到我那儿去住，就不会发生像上次那样的情况了。这会不会太打扰了？不会。妈咪，咱们就去嘛。对啊，妈咪，去吧。妈咪，我们就去嘛。好，去。How can I get your love? How can I make you? 喂，
你说什么？沈之言搬进霍家了？伯母您好，我是雪诺。雪诺啊，我还说过几天给你打电话联系你，让你搬到廷君那儿去，你们两个得联络联络感情。对不起，伯母，我去不了了。为什么？霍总带着别的女人住进霍家了。什么？谁呀这么大胆？她是我同父异母的姐姐沈之言，之前因为私生活混乱被我父亲赶出家门了。这样的人可是万万配不上霍总的呀。岂有此理！我怎么能让这种女人进入我们霍家？哦，回家了！哈哈，西西，你们慢点儿。行，知道了，跟着他们。之言，你跟孩子们先回家，让管家给你们安排一下。我跟韩宁回趟公司。行，那你们去吧。对不起，我拿错了。哎，怎么没人了？我又没有他们的联系方式。院长知道了，我就完了。哇，霍叔叔家好大啊！妈咪，我们要去参观。哎，你们别乱跑。没关系的，沈医生，我先把您的行李拿上去吧。谢谢。好大的胆子，敢擅自入住我们霍家！您是？这位就是霍廷钧的母亲霍夫人，这个家她说了算。霍夫人您好，我没有擅自住进霍家，我是霍总邀请来的家庭医生，叫沈之言。沈之言，你说谎不打草稿啊！我跟你从小一起长大，我怎么不知道你会治病？你不知道不代表我不会。你好了，别在这耍什么花招。这些年打着各种旗号想接近我们廷钧的女人多的是，就凭你想凭医生的身份高攀我们霍家。霍夫人，我对霍总没有非分之想，我是霍总再三邀请而来给他治腿的，不信您可以问他。治腿？你是说廷钧的腿可以治好？对，我正在努力，不排除治愈的可能性。啊，那可太好了！伯母，你别听他瞎说，他就是想勾引廷钧。你忘了他之前干那些事儿了吗？他呀，最擅长的就是装清纯勾引男人，实际背地里啊脏得很。要不然我父亲也不可能把他赶出家门啊。沈雪诺，我为什么会被赶出沈家，你比谁都清楚的。还有，上次的事儿需要我讲给夫人听听吗？你没有证据就不要随口喷人。夫人，他把这个不讲规矩的狐狸精赶出去。哎呀，哎呀，夫人，霍女人，不许欺负我妈咪！三个好可爱的小娃娃，怎么跟廷钧小的时候长得那么像？沈医生，这三个孩子都是你的？是的，夫人。啊，你可太有福气了。小朋友，你们几岁了？我们5岁了。啊，5岁，那应该是6年前。难道？糟了，不能让夫人以为这是霍廷钧的孩子。哎，伯母，这是沈之言6年前和野男人生下来的孩子，当时闹得满城风雨，我父亲还大发雷霆。这真的不是廷钧的孩子吗？明明长得这么像。沈之言，你没经过夫人的同意就擅自带别人的孩子进入霍家，我现在就叫人把你赶出去。来人！许诺，这事还是等廷钧回来再定夺吧。伯母，现在霍总正在被他蛊惑，到时候就晚了，必须趁现在把他丢出去。坏女人，应该走的人是你。对，你就是嫉妒我妈咪比你长得好看，比你讨霍叔叔喜欢，所以你才急着赶我们出去的。你说什么？坏女人，羞羞羞！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呀？还不赶紧把他给我丢出去！住手！沈之言是我请过来的客人，谁给你的权利把他赶出去？沈之言是我请过来的客人，谁给你的权利把他赶出去？廷钧，你回来了。哎，妈。霍叔叔，乖啊。这么一看，他们更像廷钧的孩子了。不行，我一定要调查清楚。你为什么在我家？
沈之言是我请过来的客人，谁给你的权利呢？雪洛是我请过来的，今天的事儿就是个误会。是啊，廷君哥，沈之言先是大闹联谊会，现在又借治病的借口接近你，我担心他对你图谋不轨。你有什么立场可以担心我？沈之言是我请过来给我医腿的，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赶走他，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。那这样也好，我们家房间多沈医生带3个孩子住一屋，我给雪洛也安排一间。这事听妈的，会议快开始了，送我回书房。是。沈医生，我想问一句，孩子们的父亲是？孩子们的父亲去世了。看来是问不出什么了。那我可不可以带他们出去熟悉环境？当然。走吧，孩子们，走。沈之言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就你这种货色，还想嫁进霍家，我劝你趁早死了这条心吧。哦，是吗？以前你倒是还有点可能，但是现在霍夫人回来了，她自会主持我和霍总的婚事，到时候你呀，还是得乖乖给我腾位置。可我看霍夫人还挺喜欢我的孩子们的，好自为之吧。沈之言，我一定比你先拿下霍总，到时候让你在云城再无立身之处。谢谢奶奶带我们参观别墅，您累了吧？我给您捶捶腿。奶奶渴了吧？奶奶喝水。奶奶吃橘子。是遗传了吧？来，奶奶给你包。谢谢奶奶，奶奶是世界上最好的奶奶。这几个孩子说真的是我的孙子孙女，我做梦都能笑醒。霍总，老夫人已经开始对3个孩子的身份产生怀疑，并且也找人开始调查了。他们不是我孩子这件事情先别告诉他，这样的话他能对这3个孩子好点。霍总，你也是煞费苦心了。这样，你先休息，我扶您下去。那霍总，您就先休息，我就先下去了。你干什么呀？霍总，谁让你进来的？没有人让我进来，是我自愿服侍霍总的。出去。霍总，您父母和我父亲已经同意我们的婚事了，等婚书一到，我们就是真正的一家人了。我愿意把自己提前交给霍总。我母亲的意愿并不代表我的，她只是刚回来，我不想惹她生气而已。请你自己摆清自己的身份。霍总，自己出去还是我请你出去？韩林，知道了。霍廷钧这块硬骨头还真难啃。如果要订婚，我更希望是你。别碰！别碰！妈呀！妈咪姐姐！别碰！别碰！妈咪！妈咪醒醒！妈咪！妈咪又做噩梦了，怎么办？妈咪别怕，我们都在，我们一起保护妈咪。哥怎么办？妈咪醒不过来。
霍叔叔，妈咪又对我梦了。他居然会怕打雷。哥，你看，妈咪真的安静下来了。哥哥，你不觉得霍叔叔和妈咪很般配吗？是，霍叔叔细心负责，适合给妈咪当老公。快睡吧啊，会照顾好你们妈咪的。好嘞，霍叔叔，你可以在这儿陪陪妈咪吗？不走，快睡吧啊。昨天晚上打雷做噩梦，是他一直在照顾我和孩子们吗？霍叔叔，妈咪还没醒呢，来，过来洗洗。霍叔叔最好了。我的这个好看吗？好看，西西戴什么都好看。找找，嬷嬷，楼下给你们准备了早饭，但是得洗完漱才能吃。走，我们下楼。孩子们那么渴望拥有爸爸，我却因为抗拒那晚的事儿闭口不提，这样对他们也太不公平了。如果我和霍廷钧能有未来，他们肯定会高兴的吧。是吗？起来啦？昨晚睡得怎么样？挺好的。昨天晚上谢谢你了。谢我什么呀？谢谢你照顾孩子们。妈咪，霍叔叔是去照顾你的。就是，妈咪一晚上都拉着霍叔叔的手，睡得可香了。快别说了，难道昨天晚上霍廷钧是和沈之言那个贱人一起睡的？不行，准备实施计划。哎，妈咪，你没有觉得霍叔叔对你很暖很关心吗？是啊，霍叔叔让我们住在家里，还那么照顾我们，是不是喜欢上妈咪啦？肯定是啦。你们知道什么是喜欢吗？就乱说。我知道，喜欢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很开心。不对，喜欢就是两情相悦，白头偕老。真拿你们没办法。好啦，我先去开车，你们在这儿等我啊。好。哥，要是妈咪和霍叔叔真能白头偕老就好了。那倒是。哎，哥哥，那就是霍叔叔家的奶奶吗？你不用来接我了，我走下来就行了。哎，对了，我让你帮我调查的事情怎么样了？那可是关于我孙子孙女的事儿，你看上了心啊？哎。哎，奶奶东西好像掉了，那我们去给她说一声吧。好，走。奶奶，您的东西掉了。哎。什么？车祸？我现在马上过来。撞到了，干得不错，一会儿给你把钱转过去。但是好像还撞到了孩子们的奶奶。那三个小野种连爸爸都不知道在哪，哪来的奶奶呀？那人长什么样子啊？穿得很贵气，好像年纪大概是50左右，从霍氏集团出来的。什么？奶奶，你还有哪里不舒服？我们妈妈很快就来了，她是最厉害的医生，一定不会让奶奶有事的。奶奶没事儿，
刚才要不是你们把奶奶推开啊，奶奶也不能这样安然无恙。不过以后啊，你们不能再做这么冒险的事了，奶奶会担心的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。知道了，奶奶，您还疼吗？我帮你吹吹吧。妈咪说吹吹就不疼啦。他们要是婷婷的孩子该多好，真想快点知道调查结果。昭昭、默默、西西，你们怎么样啊？啊，有没有受伤？没有。谁让你们乱跑的呀？知不知道妈咪有多担心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妈咪。好啦，别责怪孩子们了，他们是为了救我才跑过来的，幸好没伤着孩子们，不然我的心真的过意不去。你也别太自责，一会儿我带您做个全面检查，这样也能放心点。不用了，有点皮外伤而已。被车撞到毕竟不是小事儿，还是谨慎一点好。哎，你知不知道你说的是霍氏集团总裁霍廷钧妈妈？这下咱们都麻烦了。啊，是这个怎么办？你得想个办法，要不然我们都得完蛋。这样吧，伯母，您怎么样了呀？我听说您出了车祸就立刻赶过来了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只是出了点意外而已，不要这么大惊小怪的。我只是点皮外伤，不碍事儿。什么意外？我看分明就是有人故意为之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今天的这场车祸肯定是沈之言自导自演的，他不能撞你，就让他的孩子来救你，这样您就会对他心怀感激，他好更好的勾引平君。沈雪诺，这什么狗血剧情？你是不是短剧看多了呀？是啊，雪诺，你是不是想多了？沈医生怎么看也不是像你说的那种人。伯母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沈之言一向心机深沉，你不要被他的外表给骗了。你凭什么这么说？不然你们为什么刚好在现场，而你的孩子们还毫发无伤？我就不信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巧合的事儿。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我身为人母，怎么可能让我的孩子们去以身犯险呀？对啊，妈咪最疼我们了，才不会干出这种事情呢。奶奶，你不要听她的话，妈咪是无辜的。好，奶奶相信啊，你们的妈咪不会做那样的事儿。哎，沈小姐，你给我钱让我撞这老太太，跑到你儿女出风头，这是我办到了。但是我的车被交通局扣了，这个损失你得赔偿吧？你在说什么？放开我，妈咪！你谁呀你？我根本都不认识你。好，装作不认识是吧？哎，但是转账记录怎么解释？什么转账记录？我根本没给你转过钱呀。那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沈之言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想抵赖不成？我没有。你还在狡辩，真没想到你利用孩子们来做这么危险的事儿，真的不配做他们的母亲。不对，妈咪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咪。对啊，奶奶，妈咪最疼我们了，奶奶不能误会妈咪。奶奶，你得还妈咪公道啊！伯母，孩子们年纪小不懂事儿，我们可不能叫他骗了。依我看，就是沈之言知道孩子不是廷君的，才想从您这儿下手，利用您对孩子的疼爱博得感激，从而接近廷君，嫁入霍家。真是心肠歹毒。我没有。你还在狡辩，要不是看在孩子们面前，我就不说更难听的话了。你是自己去承认，还是逼我去报警？妈，我看这件事情还没有到下定论的时候吧。霍叔叔，您终于来了，妈咪是被冤枉的。对啊，霍叔叔，你快帮帮妈咪吧。谢谢霍叔叔。廷君，我知道你心疼孩子，但沈之言设计陷害伯母，证据确凿，您可不能再偏袒他了。这个证据怎么来的，你应该比谁都清楚吧？廷君哥，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怎么会知道呢？是啊，廷君，这事儿跟雪洛没关系。
就是个沈之言，勾结那个开货车的司机撞我，现在肇事车还在交通局扣着呢，证据确凿，不能轻饶了他。是吗？是啊，沈老板，就是这女人让我撞的人。这个呢，是我刚才让韩妮去调的记录。你说你的车在交通局被扣了，那为什么我们调了集团外部的监控，而且我们还查了交通局内部的记录，没有任何一辆车能跟它匹配呢？廷君哥，作案的车辆可以作假，但是那转账记录写得清清楚楚啊，就是沈之言买通的他。你要不要去看一看那个转账记录上面的日期？我有时候真的觉得你在侮辱我的智商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这个转账记录是 PS。把手机给我。我恢复了他删除的转账记录，这些钱应该是坏阿姨找的。奶奶，你看。雪落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嘛？陈雪诺，你是不是该给我一个解释啊？不是我，是他。哎，沈小姐，这个债账和证据都是按你吩咐做的呀，只是时间太紧张了，细节有些纰漏，但你不能全赖我头上呀。你闭嘴！陈雪诺，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吗？伯母，我没有想要害你和孩子，我就想吓唬吓唬沈之言。哎呀，好一句轻快的吓唬呀，这可关系到了2个家庭和4条人命啊！亏我怎么相信你？你竟然联合外人来设计我，你让我差点误会了沈医生。带下去吧，交给警察了。是。哎，沈小姐，救救我！沈小姐，沈小姐，救救我！伯母，我就是一时糊涂了，但我这么做都是为了霍总和霍家的脸面啊。这话什么意思？您已经答应了我和霍总的订婚了，可他执意要把沈之言还有这3个来路不明的孩子带回家住，外面已经流言四起了，而且他们昨天居然还睡在一起。这要是传出去，廷君和集团的名誉就毁于一旦了。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和霍廷君睡在一起了？今天早上我都听到了，孩子们说你一晚上都是拉着廷君的手睡的。你们竟然当着孩子们睡在一起？是的妈。什么不是啊？奶奶，你误会妈咪和廷君叔叔了。昨天晚上是妈咪做噩梦，廷君叔叔来安慰照顾妈咪。昨天晚上廷君叔叔一直是坐在床边的。哎呀，这事儿你做的也欠妥，你都是要和雪落订婚的人了，半夜往别的女人房间跑，难怪雪落会误会嘛。妈，我从来就没有答应过要跟他订婚的这件事情，结婚的事您就别管了，我能不操心吗？这些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啊？现在好不容易把集团给稳定下来，人家大师都说了，你只有找到和你八字天合的女人结婚，才能保佑你。雪落是我好不容易找到的，你还不珍惜？原来霍夫人看上沈雪诺是因为她的生辰。妈，八字这个事儿太扯了。沈医生，今天这个事儿我给你赔礼道歉，但我相信你是个明白人，知道男女有别。以后啊，你们还是保持距离，带着孩子们搬出去吧。奶奶，您不要我们了吗？奶奶，您不要我们了吗？是啊，奶奶，是我们做了什么你不喜欢的事情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妈咪要离开，我们也要离开，奶奶舍得我们离开吗？奶奶舍不得你们，要是你们是我的孙子孙女就好了。伯母，他们怎么可能是廷君的孩子呢？当年是沈之言在后山苟且才生下了这3个孩子，再怎么也不可能是霍总。沈雪诺说沈之言是在后山有的孩子，哪个后山？
难道是葛家坡吗？你把当年的事说的那么真切，莫非当时你也在现场？我的今夜就是沈家唯一的千金。我怎么可能在现场？我是听父亲说的。哼，我当年可是有不在场证明，想套我的话没那么容易。你说的是后山？哪个后山？我不记得了。喂，夫人，查到了。快说，那三个孩子是不是我的孙子？当年侵犯沈小姐的小混混早就到警局自首了，所以那3个孩子大概率不是霍总的。知道了。伯母，这孩子怎么可能是廷君的呀？您就让沈之言带3个孩子走吧，你以后会有自己的孙子的。沈医生是我请过来的客人，是走是留也应该是我说了算。霍夫人，我会带着孩子们走。你真的肯离开廷君？我们本来就是医者和病患的关系，不会一直在一起。你能这么想就对了。报完鱼吧。你说要多少钱，我都满足你。我不要钱，我只是希望治好霍总的腿就好。我之前做过很多努力，而且霍总之前在情急的时候也站起来了，说明腿已经有了。这个事儿我做对呀，霍总当时确实站起来了。那我答应你，但是你要谨记医者本分。伯母，你别听沈之言的话呀，他分明就是对廷君贼心不死。伯母，你别听沈之言的话呀，他分明就是对廷君贼心不死。雪落，你吃醋没有安全感，我理解你，但是你要做霍家未来的儿媳妇，不能失了本分。好，今天就到此为止。我心情不好，出去走一走。伯母，站住！你今天差点害了我的母亲和这3个孩子，你说走就走啊？廷君哥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拿我当3岁小孩呢？道完歉就完了。我给你2个选择：第一，向沈之言道歉，让他原谅你；第二，去警局自首，选吧。对不起，我错了，请你原谅我。你说什么？没听见。对不起，我错了，请你原谅我。当我选择不原谅你，当年的事儿你通过手段逃脱了制裁，今天可不行。人总要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。沈之言，你故意的吧？歉也道完了，是我送你去警局，还是你自己去？我自己去。孩子们，我们走吧。今天的事儿委屈你了。霍总，霍夫人的话你听见了吧？我们以后还是保持距离的。走吧。哈林啊，你今天听见没有？哪一句？他说我是病患啊，他是医者啊，医者啊，他要跟我保持距离。你们是医生和患者的关系。我替他挡了一刀。哎，谁家病患给医者挡刀？霍总，我是真高估了你的忍耐力喽。不行。这事儿我必须得找他问清楚，我就得问问他，我俩到底什么关系？我想吧，霍总呀，就你这腿，而且你现在也喝多了啊！你现在去找他，我保证你明天起来一定会后悔。我后悔？不行，我必须得去。就喝，我陪你再喝一杯，再喝一杯。哎，你。看来顾叔叔心里还是有妈咪的。是，现在去吧。既然孩子不是霍廷钧的，那保持距离对我们彼此都好吧。妈咪，好了，顾叔叔受伤了。什么？他在哪儿？
什么情况？你们不是说霍廷钧受伤了吗？心理受伤也是伤呀，快去帮霍叔叔疗伤吧，妈咪。对，去吧，关门。哎，这三个小鬼，怎么还把门锁上了？这是喝了多少酒？霍总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没事，我走了啊。啊！霍总，你这是？你害怕了我？我怕你什么呀？你腿又动不了，还能骂我？霍廷钧，你腿能动了？你腿能动了？我腿能动，你就这么高兴啊？那当然了，你腿问题这么严重，我都能给你治好。那这就说明我的医术高超。就因为这个呀？那还能因为什么？沈医生，你跟你的其他男病患也这样？你放开！我要是不松开，霍总，您喝多了，我帮您清醒。沈之言，我对职场性骚扰不感兴趣。你要是想耍流氓，找你未婚妻去。我哪来的未婚妻呀？你知不知道我费了多大劲才把你弄倒？你说你怎么这么笨啊？还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？哎呀，老爷，你就别说许诺了，都是因为那个沈之言诡计多端，才害了许诺。是啊，爸，沈之言现在攀上了霍家，就更得意了，保不准以后还得回来报复咱们。就凭他，一只被沈家打发出去的狗，还想回头咬主人？当务之急，还是得把他从霍家赶出去。要是真和那个霍廷钧有点什么，到时候咱们可就麻烦了。你是说霍夫人已经调查过那3个孩子吗？对，幸好我让王六提前去自首，坐实了侵犯沈之言的罪名，这才没让霍夫人怀疑孩子们的身世。不过霍廷钧在知道孩子不是自己的时候，竟然没有惊奇，这就奇怪了。难道说霍廷钧早就知道了孩子不是他的？你是说霍廷钧很有可能已经查过了？你去医院查一下亲子鉴定记录，看看有没有霍廷钧的。是。哦，是啊，爸，霍廷钧可能已经和孩子们做过亲子鉴定了。查过了，霍总确实做过亲子鉴定。如果这份鉴定报告在沈之言那里被发现会怎么样？你去医院拿到报告，嫁祸给沈之言，让霍夫人彻底站在你这边。女儿明白。到时候在各大世家面前把婚一定，这事儿就成定局了。那个沈之言想不滚来都不行。我要见霍夫人。你不能进去，夫人正在休息。等夫人想见你的时候，我们会通知的。你算什么东西也敢拦我？你不过就是霍家一个小小的管家，我以后可是要成为霍总太太。让开！这个沈雪诺嚣张跋扈，真是不如沈医生。亲子鉴定报告应该放在霍总的书房里。在哪儿呢？找到了。
3个小野种果然不是廷君的孩子。宝贝们，今天玩的开心吗？开心！妈咪，我们下次要和霍叔叔一起玩。霍叔叔还要上班呢。谁在那儿？钱雪诺，你干什么呢？你手里拿的什么呀？我拿的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在这儿住久了，还真把自己当这儿的主人了不成？沈怀中把你从里边捞出来，没少下功夫吧？我劝你啊，懂得珍惜，少干点那些偷鸡摸狗的事。谁干偷鸡摸狗的事儿了？再说了，我偷什么能有你偷人脏？你再敢当着我孩子的面胡说八道，当心我撕烂你的嘴！孩子们，我们走吧。哼，沈之言，看你还能嚣张到什么时候？伯母，上次的事情是我的无心之举，我要是真的蓄意害人的话，警局也不可能这么快放人呢。伯母，您就原谅我吧，我也是一时心急，担心廷君哥落入沈之言的圈套啊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有件事儿我一直没敢告诉您。你说吧，别怕。这是我在沈之言房间里找到的亲子鉴定报告，也就是说，他早就知道了3个孩子不是廷君的。是啊，伯母，而且你看，这个里面还有霍氏集团的年报、廷君哥的个人资料，还有霍家的基本情况。这说明沈之言早就已经暗中调查过霍家了，他接济廷君哥是早有预谋的。真是人心叵测啊！我看到他每天给廷君运针喂药，我还以为他是真心给廷君治病的，没想到他一开始就冲着霍总太太的位置来的。他要是真心想和廷君哥好好过日子，那也就罢了。可这3个孩子又不是廷君哥的，依我看呀，沈之言就是为了钱，他想把霍家的家产过继给自己的孩子，到时候廷君哥只会落个人财两空啊！哎呀，雪洛，你怎么不早说啊？我原本是看在姐妹一场的情面上，不想把事情闹开的，想私下里给他点教训就算了。结果谁知道害得您和廷君哥误会我。啊，雪洛啊，你就是太善良了，这样总被别人拿捏。不行，我得赶紧告诉廷君去。哎，伯母，您先别着急啊。沈之言既然敢来，那肯定是准备好了说辞的。您现在贸然去找廷君哥，他不但不会相信你，还会影响你们母子的感情。那我也不能看着我们霍家落到这种女人的手里呀。那您的意思是？你赶紧给廷君把婚定了，不能给沈之言留念想。可廷君哥要是不同意，可怎么办？他是我的儿子，我自有让他同意的办法。把拐拿开试试。沈之言，你把拐还我！想要就自己来拿呀。霍总，小时候学过骑自行车吧？想要学得快，就得摆脱对外界的依赖。你认真的啊？当然了，你想要恢复的好，就得这样。来，你往我这边走，我接着。没想到他恢复的速度比我预想的还要快。对，就这样，再走2步就到了。哎，怎么了？啊？疼。哪儿疼啊？我腿疼，不是我哪儿都疼，你让我抱一会儿，我抱一会儿。霍总，请你自重，你马上就是和沈雪诺订婚的人了，被人看到不太好。我压根就没有答应过这桩婚事。如果要真是订婚的话，我更希望那个人是你。
霍总，我已经是3个孩子的母亲了，开不起这样的玩笑。霍廷钧从来不会在这种人生大事上开玩笑。不好了，霍总，老夫人突发疾病住院了。我马上过来。啊，崔俊，哎，刘生，我妈怎么样了？我进医院检查，夫人患有烧。喂，哎，有办法治疗吗？我要不惜一切代价把我妈治好。或者，我们医院肯定会尽力治疗的，但夫人这个病和情绪有关系，尽量不要刺激。好，我知道了，陶医生。那没事，我先走了。妈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了？俊俊，妈知道这个病，我活不了多久了，这妈现在还能动，我就想看到你和雪乐把婚定了。妈，我是不可能跟沈雪弄结婚的。俊俊，我现在都这样了，你还跟我说这样的话，你是想要气死我吗？你不跟雪乐订婚，你跟谁订婚？你跟那个沈之言吗？对，妈，我就是要跟之言结婚。妈，廷君，你就不要忤逆伯母的意思了。她现在身体状况每况愈下，就别再刺激她了。俊俊，妈从来没有求过你什么，这件事你一定要听我的。那个沈之言，千万不能进我们霍家。3天后，你和雪乐在天后酒店举行订婚宴，这日就这么定了。妈，我知道了，我先走了。我就说吧，你小子肯定要答应的。也是伯母您有办法。当然了。妈咪，我们真的要走了吗？你霍叔叔要结婚了，我们在这儿只会惹人嫌坏。霍叔叔为什么要跟坏女人订婚？就是霍叔叔最喜欢的明明是妈咪。大人的事情不是那么简单就能说清楚的。沈之言，今天是我和廷君哥的订婚宴，你不来祝贺我们吗？沈雪诺，我没工夫跟你玩这种竞争游戏。听说晶晶父亲要把你母亲留下来的鎏金翡翠镯送给我当订婚礼，你确定不再来看一眼？沈雪诺，我警告你，你不许碰它！我不仅要带你母亲留给你的镯子，我还要嫁给你最爱的男人。你能把我怎么样？沈之言，你认输吧。你，宝贝们，妈妈去就回来啊。好，妈咪要小心。小心。老夫人那边还有事情需要你过去确认一下。去去。哎，哇，雪诺，恭喜你呀，居然能得到霍老夫人的青睐，嫁进霍家这样的超级豪族。是啊，你这脖子上的珍珠项链也是霍夫人送的吧？真贵气。霍家用钱一向大方，什么首饰啊、包包啊，成堆成堆的给我买，我用都用不过来。真羡慕。哎，上次你那个姐姐不是挺神气的，今天她怎么没来？她怕是看雪诺嫁得这么好，都嫉妒的不敢来了吧？让开！哟，哪儿来的要饭的呀？走错门了吧？哦，是
是我的姐姐呀，怎么穿的这么寒酸就来了呀？今天好歹是我大喜的日子，你要是没衣服穿的话，跟我说一声呀，我从我们家下人不要的衣服里面找一些送给你也好啊。小人得志，我不需要。沈之言，你别不识抬举，雪诺现在可是霍家的人，就算是家里下人穿的衣服都比你的好。你要觉得好，你让他送你点。他就是嫉妒。同样是一个家里出来的女儿，有人能飞上枝头做凤凰，有人只能跪在地上当野鸡，他心里当然不平衡了。沈之言，过了今天，我就是霍家真正的少奶奶了，而你不过就是一个带着3个拖油瓶的单亲妈妈，你拿什么跟我比？我没想过跟你比，因为我根本就没有把你放我眼里。行吧，你爱说什么说什么吧，反正要嫁给霍廷钧的人是我。我不但要让你亲眼看着我嫁给霍廷钧，我还要让你亲眼看着我给他生孩子，而你只能带着你的3个小野种灰溜溜的离开云城。霍廷钧、霍家都是。你竟然敢打霍家少奶奶！你不过就是靠耍心机、玩手段才走到这个位置上。我沈之言不屑。今天我只想拿回我母亲的遗物，至于你爱当谁家的少奶奶，跟我没有关系。一个被赶出家门的人，凭什么要我沈家的东西？一个被赶出家门的弃女，凭什么要我沈家的东西？妈，沈之言他居然在我的订婚宴上当众打我，这不要脸的丧门星，毁了我沈家的声誉，还想毁我女儿的订婚宴，真是无耻！你们沈家什么时候沈家成了一个爬床女婴的？沈之言，你放肆！竟敢当着我的面说出这种大逆不道的话！你又是谁呀？好你个逆女，连自己的父亲都敢不认，你简直是丧尽天良！你还知道你是我爸呀？我妈是怎么死的？不就是被你和这个小三活活气死的吗？怎么？我不该说她吗？你住口！我妈一死，你就把她的公司占为己有，侵吞原本属于我的股份，还听信这个私生女的话，把我赶出沈家，让我流落异国。你摸摸自己的良心还有吗？像你这种蛇蝎心肠、见利忘义的人，凭什么做我爸？你简直胡说八道！我今天打死你个逆女！沈怀忠，我已经不是那个逆来顺受、任人欺凌的沈之言了。刘金翡翠镯，沈雪诺，你把我妈的镯子还给我！你再敢向前一步，我立刻刷！这个镯子是你母亲的陪嫁，也是她留在世界上唯一的幸运。要是不想毁了它，就按照我说的做。沈雪诺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妈，把我准备好的东西拿出来。好。签了这份协议，保证你和你那3个小野种永远都不会再踏足云城，并且放弃沈氏集团所有股份的继承权。我就把这镯子还了。原来这就是你叫我来这儿的真正。沈之言，6年前你被沈家赶出家门，你理应放弃沈家的一切权利。如今我们能在这里和你好好谈，已经是抬举你。沈氏的，你们现在住的房子，包括沈家现在在云城的地位，都是靠我妈。凭什么把我赶出去，堂而皇之的据为己有？就凭你未婚先孕，败坏家族名声。沈雪诺，当年的事你敢让我拿出来再说一遍吗？沈之言，今天这个协议你签也得签，不签也得签。我要是不签呢？哼，那就别怪我。不要！这价值千万的鎏金翡翠镯就这么被摔碎了，真是太可惜了。是啊，这可是世间仅此一个的孤品，以后再也看不着喽。为什么？我明明什么都给你们了，就连最后这点念想都不留给我。沈之言，要怪就怪你不识抬举。沈之言，你要干什么？这可是霍总的订婚宴。没错，我女儿可马上就是霍家的少奶奶了。沈之言，你敢动我，就是与霍家为敌啊！霍家如何，少奶奶又如何？你们毁了我母亲的遗物就该打！沈之言，
你疯了！这都是你们逼我的，你们把事儿做绝了，就不要怪我不留情面。沈之言，这可是霍总的未婚妻，您在霍总的订婚宴上这么对他的未婚妻，你就不怕他怪罪吗？等一会儿霍总来了，你就别想走出这个大门。霍总到！霍总居然站起来了！之前这霍家遍寻名医也没能将霍总的腿治好，这霍总怎么今天站起来了？走路跟正常人也没有一样。是啊，这到底是哪家名医医术如此高超？沈之言竟然真的医好了霍廷钧的腿。霍总，这个沈之言真是胆大妄为，他竟然在您和雪诺的订婚宴上连扇雪诺3次，真是无法无天。是啊，霍总，你一定要狠狠惩罚他。这沈之言虽然可恶，那谁让他惹的是霍家的儿媳妇儿？唉，这下他倒霉喽。毕竟要跟霍廷钧订婚的人是我，他果然还是站在我这一边的。沈之言，你这下死定了。今天是我订婚的日子，但是跟我订婚的人不是沈雪诺，而是沈之言。说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这霍氏集团临时变更未婚妻，这可是大新闻呐！您是说您要娶的是沈之言，不是沈雪诺？没错，我要娶的人就是沈之言。霍廷钧，你在干什么？你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，如果要订婚的话，我更希望是你。我喜欢的人是你。廷钧，我不同意。我坚决不同意沈之言嫁入我们霍家。伯母，廷钧，你还记得你在我病床前说的什么吗？你答应了让我雪诺订婚的，你忘了？妈，我答应您订婚，但不是跟沈雪诺。我就从来没有想过要娶沈之言之外的任何一个女人。如果您执意要办这场订婚宴的话，我不介意让霍家成为整个云城的笑话。你敢欺骗我？你这个不孝子孙！你都忘了医生怎么叮嘱你的吗？你就不怕？你不怕把我给气死吗？廷钧哥，伯母都已经得胃癌了，你就不要让她郁郁而终了。霍老太太得了这种绝症，看起来好像很严重的样子。妈，你就别装了，我都知道了。你说什么？妈，您之前跟陶医生一块串通好伪造假的病历，目的不就是为了逼我跟沈雪诺订婚吗？是您先骗我的。我这不是还不是为了你好？这个沈之言根本就配不上你，只有雪诺才配得上做我们霍家的儿媳妇。是啊，姑爷，沈之言未婚先孕，水性杨花，这样的女人进你们霍家大门，这简直就是耻辱啊！你胡说八道什么？霍少爷喜欢什么不好，非要喜欢这种生过孩子的女人？是啊，他怎么配得上霍总这样的豪门世家呀？我的人，还轮不到你们在这儿评说。如果你们再诋毁沈之言的话，就给我滚！哎呀，霍总，这不管怎么说，我们霍沈两家已经缔结了婚书，这订婚之宴这么大的事儿，你说换人就换人，这不合适吧？对，我们霍家在云城可第4家，我们应该信守承诺，这婚书不能这么作废。别过来！如果要是沈家先用假的信息来缔结婚约呢？什么？用假的信息缔结婚书？不会吧？婚书可不是闹着玩的，沈家应该不会这样做吧？看一下上面的信息吧。这明明是我的生辰八字，怎么会是沈雪诺的？你说什么？你是说这上面的生辰八字是你的？你胡说八道！这明明是我的生辰八字，不信你问爸爸妈妈。对，这生辰八字就是雪诺的，不是他什么沈之言的。是啊，孩子是从我肚子里生出来的，我怎么可能搞错呢？还瞒韩林，是我们到了沈之言和沈雪诺出生的医院，调取了出生证明，上面明显是被修改过的，而罪魁祸首就是你沈怀忠，你瞒天过海，把沈之言的出生换给了沈雪诺，
什么？沈怀忠为了让自己的二女儿选上，竟然造假？他们这样做就不怕霍家怪罪吗？你们为什么这么做？说！哎，我们之前听说霍夫人一直在寻找与霍总八字天合的人做儿媳妇儿，所以才出此下策的。这个事儿我们没有对外公布啊，你们怎么知道？我替他说。妈，沈之言才是您6年前八字天合的霍家儿媳妇儿。什么？所以说6年前要跟我订婚的人是你？6年前，我妈为了找跟我八字天合的人，怕我不同意嘛，偷偷的把这个婚约就定下来了。那沈之言，当初他跟我们霍家订婚了，你怎么突然失踪了呢？那你就要问问我的好妹妹哦。关我什么事儿？是你自己要在结婚前和野男人鬼混的。6年了，你还想污蔑我？要不是当年你给我下药，我怎么会被取消订婚，又怎么会被赶出沈家？沈雪洛竟然这样陷害他姐姐，太狠了！如果不是他，沈之言早在6年前就该跟霍总订婚了。伯母，不是这样子的，是姐姐他们污蔑我。如果这件事情真的跟我有关系的话，我怎么会好端端的站在这里呢？是啊，当时雪诺明明和我们在一起，谁知道沈之言怎么鬼迷心窍，跑出去做那种伤风败俗的事儿。带上来。这又是谁？这个就是当年欺负之言的小混混，自己说吧。当年就是这对母女让我给沈之言下药，还让我侮辱她。不过当时她跑掉了，事后沈雪诺怕事情暴露，给了我一笔钱让我去自首，把自己撇得一干二净。霍总，我说的句句属实，你可以去查。现在证据摆在面前，沈雪洛想抵赖也不成了。沈雪诺，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你这个逆女，居然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！你这个逆女，居然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！爸，当年不是你的！你给我闭嘴！你还敢攀咬我？霍总，你放心，我帮你好好教训他。沈怀忠，先别着急撇清自己的关系，我这儿还有一份东西。这个就是当年沈怀忠和柳爱云让你母亲致死的证据。我妈不是病死的吗？难道是他俩？这个就是沈怀忠和柳爱云给你母亲下药的证据，用的全都是国外致幻类的迷药。这么大剂量的药物，怪不得我妈没过多久就香消玉殒，走的时候连她最爱的女儿都不认识了，都是因为这些药物。哎，不是的，你妈是病死。证据都摆在这儿了，你为什么还想狡辩？我为什么会有你这样的父亲？我妈把她所有都给了沈家，都换不来你的一颗真心吗？或许从一开始你就只是想利用她，只怪她太傻，看不清人。对不起啊，我也没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告诉你。这帮人太可恨了，把我妈哄得团团转，还想把手伸进霍家。你们怎么是这样的人？你背信弃义，你卑鄙无耻，还有你阴险歹毒！来人，把他们都给我押进警局，让他们把牢底坐穿！我是霍家的少奶奶，你们谁敢动我？你们呢？对不起啊，如果不是我调查的太晚，也不会出现今天这样的事情。我还要谢谢你，沈怀忠和沈雪诺咎由自取，也算是告慰我妈在天之灵了。妈，结婚的事情，这婚书上的八字也是之言的，您就让我按我自己的意思办吧。你真的想好了要去别人养孩子？妈，孩子的事情不重要，我爱的是之言，所以朝朝、木木跟西西，我也一定会把他们当做自己的亲生孩子的。我们霍家想要个孙子，怎么就这么难？没事啊，他会接受的。
给你们开心的。妈咪，你会跟霍叔叔结婚吗？你们想让妈咪跟霍叔叔结婚吗？想。西西想让霍叔叔当我们爹地，我也想。聊什么呢？聊什么呢？啊，没什么。西西，聊什么呢？我们在聊想让你当我们爹地。西西，霍叔叔也想当你们的爹地，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能每天生活在一起了。而且呢，霍叔叔呀就可以和你们还有妈咪每天都在一起了，好不好？好。我还没答应你。那我就让你慢慢答应呗。这是什么？打开看看呗。这是。这个呀，是我找了很多国际上的修复大师才把它修复的。不过这个地方细看的话，还是能看出一些修复痕迹的。孩子们呢？可能是想给我们一些独处的空间吧。6年前葛家破后山，还记得我吗？不要声张，想知道6年前发生了什么，就自己来后山。怎么了？我出去一下，麻烦你照顾一下孩子们。出什么事儿了？要不我跟你一块儿去？不用，我自己去就行。那人难道真的是孩子们的父亲？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弄清楚。沈之言，你来了。你到底是谁？你怎么知道6年前的事？6年前就是在这儿，我给你解的毒，你忘记了？你真的是我孩子的父亲？你终于想起来了。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找你们，之言，现在我找到你们了，我们终于可以在一起生活了。我们现在就回去接孩子，我带你们到海城生活。放开我！我不会跟你回去的。我来只是想查明真相。你在说什么呀？我是孩子的父亲，我们当然要生活在一起啊。你虽然有可能是孩子的父亲，但我们并没有感情啊。6年前的事只是一场意外，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，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。你别走！你忘了当时我们的温情了吗？联系就是这样一把抱着你，你不记得了吗？你不是当时那个人。你说什么？你根本就不是当时那个人，对不对？是我呀，之言，你都忘了吗？当时那个男人腿受伤了，根本站不起来，但你却口口声声说你是这样抱的我，分明就是在骗我。我记错了，时间过去太久了。那你说，当时是什么时间，什么天气，你穿了什么衣服？你说呀！分明就是在骗我。你别走，你别走。虽然我不是那个男人，但我爱慕你已经很久了。那个男人能给你的，我一样能给你，我能给你的更多。只要你跟我走，就会享不尽的福。别碰我！霍廷钧，你一定要看到啊！你们，你说你乖乖跟着替身走不好吗？干嘛非要来送死啊？这个替身是你找的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想让你从霍廷钧身边消失。不对呀，你不应该在警局吗？你为什么会在这儿？你费了好大劲才从警察局出来的。如果不是你的话，我现在应该在当霍家少奶奶吧？沈雪诺，你还在执迷？你做了那么多坏事，霍家根本不可能接受，因为有你，你所有的好事都轮不到我。你在说什么？
你从出生开始就是沈家千金，而我呢，我是女佣的私生女，连管家家人都可以瞧不起我。我只有争，我只有抢，父亲才能看得见我，别人才能看得起我。沈怀忠就是拿你当枪使，他利用你和柳爱云做的一切，好把我和我妈赶出沈氏集团，把股权掌握在自己手里。你还在祈求他能看到你？你胡说！只要我能嫁给霍廷钧，我就是父亲最宠爱的沈氏千金，我就是万人瞩目的霍家少奶奶。只要没有你沈之言，霍廷钧就会娶我。沈雪人，你赶紧放我走，不然霍廷钧不但不会娶你，他一定不会饶过你的。沈之言，你搞清楚状况，现在我为刀俎，你为鱼肉，我想怎么就怎么。沈雪诺，把刀放下。廷钧哥哥，你是来娶我的吗？沈雪诺，你别再做梦了。我从始至终就没有说过要娶你这件事情。霍家不是你争名夺利、出人头地的跳板。为什么姐姐可以，我不可以？沈雪诺，你为什么非要跟之言比呢？他的好，你不及1/1000啊！你觉得他好，父亲觉得他好，全天下的人都觉得他好。好啊，我现在就毁了他，这样我是不是就可以比过他了？沈雪诺，你不要乱来啊！沈雪诺，我的人现在已经把外面所有的地方都包围了，云城的所有出口都有我的人。如果你敢动他一下的话，我一定让你后悔。后悔？我从是今天这件事情就没想过后悔，倒是你马上就会后悔了。当着所有人的面给我上了他，我要让霍廷钧看着他心爱的女人被弄脏弄烂，我看看他还是不是会那么爱他。你别动他！你别过来，不然我现在就一刀捅死他。真变态，我喜欢。是他。小心点，不要被发现了。我们来救你了，妈咪。你们怎么来了？啊，这儿危险，有没有什么事？没有，我们看你和爹地一直没有回来，叫奶奶开车带我们来了。妈，你怎么也来了？我儿子儿媳遇到危险，我怎么能不来？伯母，你都被压起来了，还跑出来干坏事儿？沈雪诺，我之前心慈手软，只是治了你下药的罪，我真没想到你能买凶杀人，自绝后路。我不怕没有后，就恨没有杀了沈之言。你恨我，想杀我，但我只看着你可怜，一辈子都在看着别人而活，争到最后一无所有。我杀你！带下去！子言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就好。走，咱们回家。等一下，你干嘛？6年前的那个女人是你啊！6年前我找了6年的女人是你。你是说？对，后山葛家坡，6年前给我解毒的那个女人。所以你是孩子的爸爸？怎么可能？那个 DNA 报告。喂，对不起啊，老夫人，我们之前把霍总的检测报告拿错了，那些孩子是霍总的。什么？我们不敢给霍总打电话，还求老夫人帮我们说说情啊。我呸！你们夜是干什么事的呀？你差点让我把我的亲孙子赶出霍家！我限令你们3天之内关闭医院，给我回家种地去！奶奶，都是奶奶不好，越老越糊涂，让我差点失去好媳妇，我的好孙子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在这儿。答应他，答应他，答应他！
好了，我答应你。这不行，还得给我好媳妇准备一个最豪华、最盛大的仪式，好不好？这事儿听妈的，